大家好，我们独家获得《乔治亚州简本》一书的播放权。我们这个系列名称国家之州，发现美国，出版简本出版社。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结购买此书《乔治亚州简本》。欢迎来到美妙的乔治亚州。乔治亚州是美国最具活力和多样性的州之一，从连绵起伏的丘陵和茂密的森林到充满活力的城市和文化，乔治亚州充满了独特而有趣的机会。本书将介绍乔治亚州，突出其丰富的历史故事、文化和旅游景点。我们的目标是提供该州的全面概述，以便您在考虑访问、生活或投资该州时做出明智的决定。从世界著名的亚特兰大和萨凡纳，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崎岖美景，乔治亚州有适合每个人的东西。所以喝杯咖啡，让我们探索乔治亚州的迷人状态。乔治亚简介：佐治亚州是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州，它西部与阿拉巴马州接壤，北部与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接壤，南部和东部与大西洋接壤。佐治亚州是最初的13个殖民地之一，也是第4个批准美国宪法的州。佐治亚州是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大的州，面积为59425平方英里。佐治亚州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夏季炎热潮湿，冬季温和潮湿。佐治亚州的地理环境多种多样，北部是帕拉契亚山脉和蓝岭山脉，中部是皮埃蒙特高原，南部是沿海平原。佐治亚州是一个经济多元化的州，拥有大面积的农业、制造业和林业。该州是7个主要城市，包括亚特兰大、哥伦布、奥古斯塔和萨凡纳。佐治亚州还拥有庞大的旅游业，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前往该州进行户外休闲、海滩和乔治亚水族馆等景点。佐治亚州还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拥有与美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独特南方文化。从弗兰纳里·奥康纳 （Flannery O'Connor） 等著名作家到雷·查理斯 （Ray Charles） 和奥特卡斯特 （Outcast） 等标志性音乐家，乔治亚州在培养该国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佐治亚州是一个游览或生活的好地方，并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从充满活力的城市到自然美景和丰富的历史，乔治亚州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州。概述：佐治亚州是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州，它北部与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接壤，东北部与南卡罗来纳州接壤，东南部与大西洋接壤，南部与佛罗里达州接壤，西部与阿拉巴马接壤。乔治亚是最初的13个殖民地之一，也是1877年最后一个加入联邦的前同盟国。佐治亚州是该国第24大州，面积为59441平方英里。它是人口第8多的地区，人口为1060万。佐治亚州的首府是亚特兰大，是该州最大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文化、经济和交通枢纽。乔治亚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夏季温暖潮湿，冬季温和。该州的北部和西部海拔较高，往往比南部和东部凉爽。乔治亚的经济主要由农业、制造业、零售业、银行业、电影制作和旅游业推动。该州是可口可乐、达美航空公司、加德堡和 UPS 等主要企业的所在地。乔治亚州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拥有各种海滩、山脉、湖泊和其他自然景点。它的主要景点包括亚特兰大的摩天大楼、石山公园、萨凡纳的历史街区和奥克弗诺基沼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地理：佐治亚州位于美国东南部，与田纳西州、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阿拉巴马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接壤。大西洋位于该州的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形成其西部边界。佐治亚州面积为59425平方英里，是美国第24大州。该州的地形多种多样，有沿海平原、山路地区、山脉和山谷。该州的最高点是4784英尺的 Breaston Bald， 而最低点是乔治亚州海岸的海平面。该州最长的河流是查塔胡奇河，沿着与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边界流淌。佐治亚州的气候被归类为潮湿的亚热带气候，夏季炎热，冬季温和。全州的年平均气温在58至63华氏度之间，全年降水丰富，平均每年约50英寸。佐治亚州以其自然美景而闻名，
拥有迷人的海滩和沿海沼泽、松树林和连绵起伏的丘陵。它是几个国家和州立公园的所在地，包括 Okefenokee Swamp 和 Cumberland Island National Seashore。乔治亚的人口超过1000万，是该国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该州的主要大都市区是亚特兰大、奥古斯塔、萨凡纳、梅肯和科尔翁布斯。4气候，佐治亚州属亚热带气候，夏季炎热潮湿，冬季温和。6月至9月的气温通常达到90多度，12月至2月的气温从20多度到50多度。该州全年降雨，春末夏初出现降雨高峰。乔治亚的气候受到靠近大西洋和墨西哥湾的影响，导致亚热带气候潮湿。该州大部分地区被归类为潮湿的亚热带，其余部分被归类为热带气候。在冬季，该州北部的气温比该州南部低。该州南部冬季温和，气温从20多度到50多度不等。降雪在该州很少见，但可能会发生。佐治亚州也容易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如龙卷风和飓风。该州通常每年经历几次龙卷风，大多数发生在4月至6月之间。飓风季节通常从6月开始到11月结束，活动高峰出现在8月和9月。总体而言，乔治亚州的气候总体上是温和的，但它可以经历极端天气。对于该州的居民来说，随时了解最新的天气状况并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他们的安全非常重要。佐治亚州简介：乔治亚州位于美国东南部，它西部与阿拉巴马州接壤，北部与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接壤，西部与田纳西州接壤。佐治亚州是该国人口第24大州，估计人口为10617423。它是最初的13个殖民地中人口最多的第8个州。佐治亚州拥有多样化的景观，有山脉、森林和河流。它的海岸两旁是屏障岛和海滩。它以其自然美景而闻名，森林覆盖了该州65%的面积。它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所在地，阿巴拉契亚山脉构成了该州的南部和东部。乔治亚州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包括白尾鹿、黑熊和土狼。该州的经济主要由农业和制造业驱动。佐治亚州是美国第8大棉花生产国和第3大山核桃生产国，它也是技术的领导者。蓬勃发展的亚特兰大都会区是许多财富500强公司的所在地。乔治亚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它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发源地，也是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的发源地，例如前总统吉米·卡特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它也是多个历史遗迹的所在地，包括普拉斯基堡、乔治亚州议会大厦和安德森维尔国家历史遗址。佐治亚州是一个了不起的州，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从其多样化的景观和丰富的历史到蓬勃发展的经济，在这个伟大的州，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5政府与政治。佐治亚州是美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悠久而自豪的历史。佐治亚州是美国东南部地区的一部分，与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大西洋接壤。佐治亚州公民在美国国会有2名参议员和14名众议员的代表。佐治亚州由1777年通过的州制宪管辖，该宪法规定了州政府的结构，并概述了乔治亚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州政府由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组成，行政部门负责执行国家法律。它由州长、副州长和国务卿组成。州长是行政部门的负责人，负责州政府的日常运作。副州长是二把手，国务卿负责保存记录和颁发许可证。立法部门负责制定法律。它由2院制立法机构组成，上议院称为参议院，下议院称为众议院。佐治亚州分为159个区，每个区有1名参议员和1名众议员。司法部门负责解释法律和解决分歧。佐治亚州最高法院是该州的最高法院，由7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之下是州上诉法院和审判法院。佐治亚州还有许多地方政府，包括县、市和地特区。这些地方政府负责为其选民提供服务，例如教育、公共安全和基础设施。佐治亚州是一个稳固的共和党州，州长和2位参议员都是共和党成员。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乔治亚州被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获胜。6政府结构。
佐治亚州的政府结构分为执行、立法和司法部门。行政部门由州长、副州长和其他负责执行州法律的民选官员组成。立法部门由乔治亚州议会组成，参议院和众议院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司法部门负责解释和适用国家法律。佐治亚州州长是该州的首席执行官，他由民选产生，任期4年，负责任命州官员，如法官和县专员。副州长与州长同时选举产生，并担任参议院议长。大会是国家议会，负责制定法律、拨款和批准政府任命和合同。它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是两院制，这意味着它有2个议院。参议院由56名成员组成，众议院有180名成员。佐治亚州的司法部门负责是用州法律和解释大会章程。佐治亚州最高法院是该州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和6名大法官组成。最高法院有权审查乔治亚上诉法院和审判法院的裁决，还有一个上诉法院，由12名法官组成，负责审查审判法院的裁决。审判法院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裁决。7政党。乔治亚是一个2党制国家，共和国党和民主党是该州的2个主要政党。共和党在该州略占多数，最近一次选举是在2018年，共和党人布莱恩·坎普 （Brian Kemp） 成为州长。共和党还拥有美国参议院的2个席位，以及美国众议院14个席位中的9个席位，以及2个州立法院的多数席位。民主党在该州也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大都市亚特兰大地区和其他大城市。近年来，乔治亚州在2个主要政党之间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并且已经从一个稳固的共和党州转变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更具竞争力的州。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乔·拜登成为自1992年比尔·克林顿以来第一位赢得该州的民主党候选人。除了2个主要政党外，该州还有其他一些小政党，包括自由党和 Green 党。这些政党拥有少量但敬业的追随者，并且近年来能够获得一些牵引力。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自由党获得了超过100万张选票，绿党获得了200多万张选票。8民选官员。佐治亚州是美国东南部地区的一个州，它是第24大州，拥有超过1000万人口。乔治亚州以其农业、制造业和旅游业而闻名，是许多著名城市和景点的所在地。佐治亚州政府由3个分支组成：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支。行政部门由州长领导，州长是国家行政长官。州长每4年在全州选举中选举产生，最多可以连任2届。佐治亚州立法机关是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2院制机构。参议院由56名成员组成，而众议院由180名成员组成。2院的所有成员均由州公民选举产生。佐治亚州政府的司法部门负责解释该州的法律，它由最高法院、应用法院、高等法院和州法院组成。最高法院的法官和上诉法院的法官都由总督任命，而高等法院和州法院的法官则由大会任命。C 民选官员。乔治亚州在州和联邦2级都有若干民选官员代表。在州一级，乔治亚州人由州长、副州长、国务卿、总检察长、州长和州审计员服务。在联邦一级，乔治亚人由2名美国参议员和14名美国众议员服务。这些民选官员负责代表其选民和整个乔治亚州的利益。佐治亚州简介。乔治亚州位于美国东南部，是美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该国第24个人口最多的州，其首府是亚特兰大。乔治亚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多样化的人口和充满活力的文化而闻名。乔治亚历史悠久，它是美国最初的13个殖民地之一，也是第4个批准美国宪法的州。该州以英格兰国王乔治2世的名字命名。在内战期间，乔治亚是最后一个脱离联邦的州。乔治亚州拥有许多历史遗迹，如小马丁·路德金历史遗址和安德鲁·杰克逊州立公园。乔治亚拥有一系列自然资源，包括森林、水体和野生动物。该州是该国领先的鸡肉生产国，也是纺织、制造业、技术和旅游业等许多其他行业的所在地。佐治亚州的人口是多元化的，包括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该州是许多大学的所在地，
包括乔治亚理工学院和乔治亚大学。佐治亚州拥有繁荣的文化景观，拥有各种音乐、节日和戏剧。乔治亚州是一个游览的好地方，拥有美丽的风景、独特的文化和引人入胜的历史。该州还提供许多户外活动机会，例如远足、骑自行车和露营。无论您是在寻找一个放松、探索或学习的地方，乔治亚州都能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9、经济。佐治亚州的经济多样化和强劲，反映了该州战略位置及其广泛产业的强大影响。佐治亚州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6130亿美元，在全国排名第10位。该州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制造业、贸易、金融和服务业。农业是该州最大的产业，占乔治亚州 GDP 的近1/3。该州是花生、棉花、洋葱、甘草和木材的主要生产国。畜牧生产也是乔治亚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牛肉、家禽和乳制品。制造业在乔治亚州占有重要地位，占该州 GDP 的13%。该州的主要制造业包括食品、纺织、机械、运输设备和化学品。贸易是乔治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州是运输和仓储服务的主要枢纽，因为它是美国最大的单码头级装箱港口萨凡内港的所在地。该州的其他主要贸易行业包括零售和批发贸易、专业和技术服务以及旅游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也是该州的重要产业，占乔治亚州 GDP 的10%。金融服务业主要以亚特兰大为中心，亚特兰大是几家主要金融机构和投资公司的所在地。服务业是乔治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以上。该州拥有几所大学和主要研究中心，以及大量医院和医疗保健提供者。该州的其他重要服务行业包括资讯技术、电信和运输。总体而言，乔治亚州的经济强劲而多样化，广泛的行业提供了就业和经济增长。该战略位置及其通往主要交通和贸易中心的通道，使其能够利用全球市场的新机遇。第一产业。佐治亚州是农产品、矿产和能源的主要生产国。乔治亚的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能源和旅游业。农业是乔治亚州的主要产业。该州是美国最大的花生生产国，也是棉花、烟草、玉米、大豆、蔬菜和水果的主要生产国。乔治亚是桃子、山核桃、维达利亚洋葱和其他蔬菜和水果的主要生产国。乔治亚州也是肉鸡和鸡蛋的顶级生产国之一，也是草坪草和草皮的第2大生产国。林业是乔治亚州另一个重要的第一产业。该州是美国第4大木制品生产国。佐治亚州拥有超过1800万英亩的国家林地，支持林业。乔治亚还生产纸浆木材、纸浆和纸制品以及木材。能源生产是乔治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州是几个发电厂的所在地，也是主要的电力生产国。乔治亚州也是基座核电站的所在地，使其成为美国第2大核能生产国。佐治亚州也是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生产国，包括 Solar、生物智能和风能。旅游业是乔治亚州的主要产业。该州是几个热门景点的所在地，例如乔治亚水族馆、可口可乐世界和乔治亚州国家展览会场。佐治亚州还有几个国家公园，如奥克弗诺基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阿巴拉契亚小径和石山公园，还有几个州立公园和历史遗迹，如安德森维尔国家历史遗址和马丁路德金历史遗址。经济发展。佐治亚州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枢纽。佐治亚州是美国第10大经济体，主要由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和旅游业组成。亚特兰大是乔治亚州的首府和最大的城市，也是东南部的主要经济中心。佐治亚州的经济由多种行业提供动力，包括制造业、农业、技术、尾巴、金融和旅游业。亚特兰大是许多财富500强公司的所在地，包括可口可乐、加德堡、UPS 和达美航空公司。乔治亚州的农业也很强大，该州的花生、培生和桃子产量在全国排名第1。乔治亚也正在成为技术行业的领导者。该州是熙熙攘攘的技术三角的所在地，其中包括亚特兰大、
奥古斯塔和梅肯等城市。微软、IBM 和戴尔等公司在该地区设有办事处，使其成为创新和就业增长的中心。此外，乔治亚是国内和国际旅行者的主要旅游目的地。该州拥有乔治亚州水族馆、可口可乐世界、萨凡纳特的环面区和该州的许多自然公园等景点。旅游业是该州经济的主要贡献者，提供就业机会并产生可观的税收。总体而言，乔治亚州是企业、企业家和旅行者的理想之地。该州提供强大的经济和广泛的增长和发展机会。12税收。佐治亚州向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征税。乔治亚州是一个现收现付的州，这意味着必须在赚取收入的同一年内纳税。佐治亚州的个人需缴纳乔治亚州所得税，这是 6% 的统一税率。无论收入如何，所有纳税人的所得税税率都是一样的。除 income 税外，个人还可能需要缴纳当地县和市税。佐治亚州也有销售税，基本销售税率为 4%。当地县市可能会增加自己的附加销售税，使总销售税率高达 8%。某些物品，如食品，可能免征销售税。佐治亚州的企业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6%。企业还可能需要缴纳财产税，这些税是根据企业财产的价值进行评估的。佐治亚州的组织也需要纳税，非营利组织可能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教会和宗教组织可以免税，但必须满足某些共同要求才能免税。佐治亚州的个人和企业可以利用国家提供的各种税收抵免和激励措施。这些信贷和激励措施可能包括能源效率信贷、对建筑和开发的投资等。乔治亚州的纳税人必须向乔治亚州税务局 DOR 报税。DOR 提供有关报税、税表等的资讯。纳税人也可以通过 DOR 的网站在线报税。佐治亚州简介：乔治亚州位于美国东南部，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的州，拥有丰富的历史。佐治亚州与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接壤，还与大西洋接壤。佐治亚州是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大的州，人口超过1000万。佐治亚州的首府是亚特兰大，该州拥有众多城镇，每个城镇都提供独特的景点和体验。乔治亚州的气候通常温和，夏季温暖，冬季温和，使其成为全年游览的热门景点。佐治亚州拥有令人惊叹的户外景点，包括蓝岭山脉和阿普帕拉契亚小径。该州也是 Okefenokee Swamp 的所在地，这是一个充满野生动物的广阔湿地栖息地。佐治亚州拥有各种文化景点，包括乔治亚水族馆、亚特兰大交响乐团和乔治亚州议会大厦。该州也是许多历史遗迹的所在地，例如小马丁路德金国家历史遗址。乔治亚州还拥有美国一些最好的大学，包括乔治亚大学和乔治亚理工学院。这些大学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教育机会，从传统学位到专业课程。佐治亚州以其美味的食物而闻名，该州独特的南方美食包括炸鸡、羽衣甘蓝、桃子鞋酱等菜肴。该州还拥有各种酿酒厂、啤酒厂和酿酒厂，为游客提供乔治亚州文化和历史的独特品味。从充满活力的文化和历史到迷人的风景和户外景点，乔治亚州适合每个人。无论是轻松的假期、教育体验还是周末度假，乔治亚州都能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13. 乔治亚历史。佐治亚州是位于该国东海岸的 United States 的东南部州，它占地59441平方英里，是面积第24大州。佐治亚州被称为桃子州，与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接壤。乔治亚是1776年宣布脱离英国独立的原始13个殖民地之一。1733年，英国建立了乔治亚省，作为13个殖民地中的最后一个。它是原始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是现在美国的第一个共同国家。该殖民地以英国国王乔治2世的名字命名。1776年，乔治亚州成为第4个批准美国宪法的州，并于1788年1月2日加入联邦。在19世纪，Georgia 成为重要的工业、制造和运输中心。这是一个主要的棉花生产国和奴隶制国家。内战后，乔治亚州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中心。
该州也是许多财富500强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也是几所大学和高等院校的所在地。今天，乔治亚州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的州，拥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它以其美丽的海岸线、众多地标和充满活力的 CI 关系而闻名。佐治亚州拥有强大的农业和旅游业，以及广泛的公路、铁路和机场网络。它也是大量军事设施的所在地。佐治亚州是一个生活、工作和旅游的好地方，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它将成为美国历史的一部分。14前殖民时期，在欧洲殖民美国之前，各种美洲原住民部落称该的区将成为乔治亚的家园。这些部落包括克里克人、亚马克劳人、切罗基人、阿巴拉契人、奇卡索人和肖尼人等。佐治亚州的美洲原住民主要是农业，拥有复杂的贸易和商业体系。他们还拥有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欧洲商人在1500年代后期开始抵达乔治亚，尽管欧洲人直到1600年代初才开始永久定居。到1733年，英格兰国王乔治2世任命詹姆斯·奥格尔索普为乔治亚州的第一任总督。佐治亚州是在北美建立的13个英国殖民地中的最后一个，它迅速成为许多寻求新起点的移民的热门目的地。由于其温和的气候，早期的乔治亚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佐治亚州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那里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烟草、棉花和大米等主要作物。与此同时，港口城市萨凡纳和奥古斯塔提供了经济和文化中心。今天，乔治亚州是一个繁荣的州，充满了多元文化、充满活力的城市和令人惊叹的自然景点。早期乔治亚州丰富的历史说明塑造了现代国家，并且在今天的乔治亚州的建筑、文化和人民中仍然可见。15殖民时代，佐治亚州是第8大州，位于美国东南部。它是美国最初的13个殖民地之一。在欧洲人探索和定居之前，原住民美洲部落居住在现在的乔治亚。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在该地区存在。英国于1732年建立了乔治亚省，第一个主要定居点于1733年由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在萨凡纳建立。格鲁吉亚是13个殖民地中最后一个加入美国革命的，也是第4个批准美国宪法的州。佐治亚州在美国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州是邦联的据点，也是军事物资的主要生产国。战后，该州经历了一段重建时期，包括通过了第13、14和15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赋予非裔美国人公民权，并赋予他们投票权。该州是许多主要城市和景点的所在地，包括亚特兰大、州首府、石山和奥克芬诺基沼泽。乔治亚州也是几所主要大学的所在地，包括乔治亚大学、乔治亚理工学院和埃默里大学。16革命战争，独立战争对乔治亚州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是最初宣布不受英国统治的13个殖民地之一，也是第一个被英国入侵的殖民地。乔治亚是第4个批准邦联条例的州，这使它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独立战争给乔治亚的国土带来了许多变化，它带来了新政府和新宪法，将权力从王室和州政府转移到乔治亚人民手中。它还带来了对自由观念的态度转变，这是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乔治亚也是最早发展民兵系统的州之一，该系统用于训练和装备公民服兵役。独立战争也对乔治亚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商人和殖民当局提供的许多商品和服务被乔治亚居民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所取代，这使国家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和独立。独立战争也对乔治亚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见证了爱国主义和自觉新时代的开始。他还看到了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涌入，这对国家及其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独立战争对乔治亚州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塑造了该州的政治和经济未来。这是国家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它说明将国家塑造成今天的样子。17的内战，乔治亚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它与内战的联系是其过去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该州是最初的邦联州之一，也是许多重要战役的发生地。内战始于1861年4月12日，当时同盟军向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开火。随着战争的进行，
乔治亚成为主要战场。在4年的冲突过程中，该州发生了数百场战斗、小规模冲突和突袭，最终联邦军取得了胜利，乔治亚州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内战对该州的经济和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乔治亚人失去了家园、财产和亲人，国家因冲突而遭受重创。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战斗的影响在多年后仍然能感受到。直到今天，乔治亚州仍然与内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全州的纪念碑和博物馆都在纪念在冲突中丧生的士兵。此外，该州仍然庆祝其邦联历史，并且每年都会纪念许多战争战役。无论你走到乔治亚州的哪个地方，都不可能忽视该州的历史。内战是这段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自豪地向在冲突中献出生命的士兵致敬。结论：总之，乔治亚州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化和美丽的地方，值得参观和称之为家。从美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充满文化气息的繁华城市，乔治亚州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些东西。佐治亚州独特的文化、历史和现代生活融合在一起，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州。庆祝其丰富的遗产并展望未来。无论您是在寻找户外活动、美食场景，还是一生的冒险，乔治亚州都能满足您的需求。